第一个问题就是想关心一下蜜姐，就是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？还在低烧中。所以是拍戏太辛苦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剧组就是氛围不太好，一进去全在发烧，然后但是就是好处就是因为我在拍医院题材的戏，所以在医院呢就是在楼上拍完戏，楼下就可以继续就去打吊瓶，还轻的。看得清楚吗？该看一下。太心疼了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嗯。所以就是今年是微博10周年嘛，嗯。我想知道那个蜜姐就这几年觉得自己玩微博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？玩微博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呀？我觉得大家都是说话越来越谨慎了吧。那就是回想10年前的自己，想对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你真励志，加油呀！有时候看自己10年前发的微博会有什么感触吗？好励志呀！那通过微博和观众和大家交流，或者有什么样的收获呢？怎么样的收获呀？就是任何的新闻呐、和资讯啊，都可以第一时间吃到瓜，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。可能就比如说，就可能我们来说，没有那么多去关注到更多的一些新闻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微博就可以看到一些新闻。就是网络时代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发达。那如果看别人吃你的瓜吃错的时候，你会想说什么？奇奇怪怪的。不想怼回去吗？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跨年时挑战了唱 rap 吗？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？正常水平。然后那天其实大家很喜欢你的那个牛仔裙配贝雷帽的一个造型嘛，可以分享一下那个造型的心得吗？百变的我不要定义，好土。你觉得今天这身造型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就是觉得只是刚刚达到了水平线吗？哎，哪里哪里。那其实最近就是正在拍摄新片嘛，想问一下白宇大戏的感觉如何？非常好，非常开心。那你轮流生病。他生病了吗？他也生病了。那你们现在就是在带病拍戏吗？还是可以就好像显得我们剧组特别的身残志坚啊，特别惨啊。但虽然大家都轮着生病，导演也生病，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就在一个范围比较空间比较小嘛，那个医院可能又就是而且是真正的医院，所以就是属于经常有很多的患者，所以就是生病的机会会比较大。就大家轮流生病，但都很乐观。现在大概一天是拍多长时间啊？反正就是挺长时间的。那就生病之后大家会放个假吗？是吗？哦，没有没有都没有，大家都身残志坚，就认真的在工作，挺坚强的。也看到你在绿洲上发的那个剧组的养生汤嘛，想知道养生汤里面都有些什么？养生汤是我的工作人员帮我煲的，就是老阿姨的养生汤，就是桃胶啊，或者是什么枸杞啊，包括可能有的时候会放燕窝啊，然后蔓越莓啊这种。对对对，女生喝会比较好。它那个作用是什么？作用就是反正他们让我喝就多喝水嘛，多喝热水。那你自己还有什么养生小秘诀吗？泡脚，我是认真的会泡脚。对对对，我那天打完吊瓶回家的时候，我在上电梯的时候，我就顶着38度高温，然后搜了一下发烧可不可以泡脚，然后说可以，然后就敷上面膜，然后泡上脚，然后看第二天的剧本，然后才睡觉。现在是每天都会泡脚吗？基本上，那通过泡脚有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？暂时还没有。看见你绿洲上还发了很多就是撸猫的日常嘛，就想知道在你心中什么样的猫称得上是美貌的？因为看你好像剖过它们那个优越的脊背。怎么样？什么样的猫是美貌的？我的猫。还看见你就是看剧本的时候有这个小灰猫跟你一起看嘛，所以有猫跟你一起看剧本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生物，因为我养了3只猫，但3只猫呢都不是贵猫，都是捡的猫。第一只是在剧组的道具猫，剩下2只猫都是野猫。然后呢，就是猫我觉得很可爱又很独立，然后还会撒娇，很像女孩子。对对对。所以3只猫会争宠吗？3只猫它们现在分别在不同的地方。对对对。那你自己心中会有偏爱吗？在我眼里，它们都是最好的。
你最近还有一部就是新片，就是刺杀小说家，是刚刚定档了2020年的春节档，可以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角色。也是就是很突然啊，这个定档，那1年以后就可以看到了，加油！虽然他那个这个里面的角色是虽然他抽烟，他骂人，他打男主演，但他是个好女孩。我看你们其实预告里面有句台词叫做“小说能改变现实吗？”就是说你也是这样一个小说家的话，你会写这样的故事，有什么现实想改变吗？有什么现实想改变吗？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拍戏一样嘛，就是来源于生活，但高于生活嘛，戏剧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一定是基础是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性，对，然后才会有小说，对，或者是我们的一种期许和期望。所以这个角色他是一个那种很飒的一个角色。那还有1年才上映，你让我慢慢抛嘛，慢慢抛，一下都给。那还有光风眼是不是2020年会跟大家见面？我觉得可以，那这个角色又有怎样的突破呢？就是讲的是一个国安的战士，很酷的一个人，对。那其实最近就演了很多专业女性角色嘛，像那个查克的科长，包括现在拍的这个医生，觉得哪个演起来更过瘾一些？完全非常的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因为这次演医生其实挺感慨的吧，然后包括又是最近有很多的社会事件会讲到医患关系这样，所以其实自己在演医生的时候也有挺多感慨和感触的，对对对。然后包括之前也有去医院去学习，就不是学习吧，就是算是观察或者也是学习吧，一段时间，然后也会去跟医生聊天，然后问他们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包括在拍戏的时候，就是每天现场都会有医生在，每一天都会在，就是随时都会那个跟医生交流。非常好笑的是，前2天我在拍一场戏的时候，但是拍着拍着我嗓子就开始疼，然后医生正在看我们那个剧本，就是导演正在跟医生在聊现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说医生您出诊吗？他说怎么了？我说我嗓子疼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他说你怎么？我说我嗓子疼。他说那你张嘴我看一下。这边都脓肿了，这边这边没事吧？这边红了一会儿去吃一个什么什么药，然后好谢谢，我们可以继续拍戏了。医生在现场很方便，什么都可以问他，然后包括看病也是。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选择换一个职业的话，你会选择那个国安科的科长，还是选择这个医生？没有这个机会，然后也都很辛苦。那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对角色的理解和诠释，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职业背后的故事吧。对。那回顾自己的2019年，觉得在哪个方面进步最大？或者说最大的收获？进步最大，你年纪又大了1岁。会有惶恐吗？这我真是完全不，非常坦诚、坦然。那有什么遗憾的地方？遗憾的地方也就是争取就是自己吸收，然后争取改进呗。自己督促自己。对。看你1月1号就是发一个海滩上写了2020嘛，想知道当时海滩上许了什么样的愿望？那怎么能告诉你们呢？那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2020年的工作计划吗？暂时就是先把医生的这个戏拍好。对对对。那马上要春节了，然后春节会打算怎么过？春节在剧组跟大家一起过。也没有了，春节可能会回家一下吧，1天左右，然后就回剧组拍戏了。只放1天假呀？这争取到2天吧，还不知道。所以年夜饭怎么吃？年夜饭应该是可以跟家里人一块儿吃。对对对。但是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年夜饭一定会有的一道菜？有一道类似于乱炖一样的菜，就是大锅菜吧那种，然后包括还有饺子，就家里人会在一起包饺子。对。那就是家的味道。家的味道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